你又在喝酒啊？你也喝一杯。又是因为什么呀？你跟徐莹的过去，西雨已经知道了。西雨怎么知道的？是我说的。所以徐莹离开江家了，平安很快就是我们的儿子了。你为什么要对西雨说呢？西雨是我的弟弟，他不应该知道这些。我再提醒你一次，你跟江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西雨他不是你弟弟。可是我从来就没改变过他是我弟弟的事实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哥哥对弟弟的感情。老公，现在舅妈已经知道我们在联合其他股东对付他，不知道他之后会对你做出什么，所以你现在不能对江家有一丁点的感情，你知道吗？喂，蔡丽，我正好想找人喝一杯。想喝一杯？怎么，你又跟你老公吵架了？这次又是为什么呀？你要领养那个孩子？你疯了吗，姑娘？你看我像疯了吗？你既然接受不了这一切，那你干脆离婚算了。你干嘛非要这么折磨自己啊？离婚？离婚受折磨的人只有我自己，那怎么可以？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为什么要领养那个孩子？还有，你为什么非得让你爸爸去说服韩正宇啊？振宇是我老公啊，老婆帮老公不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娜娜，这个你是玩不起的，恐怕到最后粉身碎骨的是你自己。赶快睡觉啦。眼睛闭起来了。谁啊？那么一大早的。别忘了我拜托你的事，带西雨去常老师那里学画。我请教过医生了，这对西雨有帮助，拜托了。哥，你在干嘛？哥，等一下要去见平安，这件事不能跟妈还有徐护士说。你怎么了？你忘了嫂子已经离开了？平安是我的儿子。你不是已经知道平安的身世了？那你清醒一点，哥。
平安是我的儿子。平安不是你的儿子，平安是振宇哥的儿子，是你的侄子，所以你不能做平安的爸爸。哥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悉尼，平安是我的儿子。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，哥？哥，如果那么喜欢画画，我们今天不在家里画，我们出去画，好不好？站着！你要带着你哥哥去哪里啊？不可以！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不是已经答应过嫂子，让哥去外面画画，去接触外面的人和事，所以嫂子才会离开的。你现在这样，不是出尔反尔吗？我出尔反尔又怎么了？你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哥去。你之所以答应嫂子，只是想让她离开而已。我早就该想到。你想到什么？你最好想想你自己吧。又不工作，在家干嘛？吃闲饭呢？啃老啊？啊？行，现在我给你一个工作，去把你哥哥照顾好，让他别乱跑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要管。妈，你没有发现哥现在很不对劲儿吗？他怎么不对了？他能吃能睡的，怎么不对了？就是因为他现在能吃能睡，所以才不对劲儿啊！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哥他……胡董，刘院长来了。请他进来吧。出去。胡董，您请坐。你是在监视我，还是在偷看我？不一样吗？原来你也会说笑，可是不怎么好笑。你在担心西雨吧？问你件事，你放心，我只是问我自己的事，跟我哥和我妈都没有关系。那天我喝醉酒，有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？或做什么奇怪的事？有。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该不会叫你去调查王彻的新女友了吧？什么？哎呦，我真该死！然后呢？你该不会真的去调查了吧？悉尼，不要说。你最好没有去调查。但如果你真的调查了，或者查出什么，也不要告诉我，我不想知道。好吧，我想知道，但是我不想知道。你想知道，但你不想知道，什么意思？对，感情上我想知道，但在理智上我不想知道。哦，好吧。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情。我果然是我妈的女儿。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发现，想要知道他的一切，甚至掌握他的一切。我妈对我哥就是那样。虽然这样的比喻有些奇怪，但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我因为喜欢王彻，就想掌控他的一切，甚至失去理智，让你去调查他。你说，是不是跟我妈一模一样？所以清醒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很恐怖。我
我不想成为我妈那样的人。胡同有他的难处。对，要一个人抚养2个孩子长大，还有撑起一个企业，这很不容易，我都知道。可是我还是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，不但自己辛苦，也让身边的人辛苦。所以，你不要告诉我，就算你查到了什么，也不要告诉我。西雨应该没事儿的吧？这个嘛，我觉得他没事儿的，至少这个孩子现在他是能吃能睡的。所以现在情况才严重。现在西雨在跟自己搏斗。你觉得他现在的情况是装出来的？不是，是超越了自己的极限。因为第一次感受到这么沉重的打击，他自己又无法承受，所以否定一切，算是一种自我催眠情况。自我催眠？那你的意思，如果再严重的话，也许还会发生丧失记忆力这种情况？因为他无法接受过于沉重的打击，所以干脆选择遗忘，把那部分记忆关掉。也许他这么做，会比承受肉体上的痛苦会好一些些。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。如果哪一天他从打击中走回现实，他的痛苦会比现在多好几百倍。我真担心西雨会像从前那样封闭自我。你放心吧，我作为他的母亲，我会勇敢地去面对。可是陆院长，你是我的老朋友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需要你对我的帮助。谢谢你的信任，胡导。对不起，我今天就不送您了。告辞了。卢院长，我送你。谢谢。院长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一旦我哥醒过来，他所承受的痛苦比现在要多几百倍。一味的逃避是没有用的。西雨需要情绪的出口，需要适当的抒发。那么，画画对他有帮助吗？西雨喜欢画画，如果经过适当的引导，画画可能可以成为他发泄情绪的出口，以及跟人沟通的桥梁，帮助周边的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。我想，会很有帮助的。好，谢谢罗院长。再见。你好，郑宇，罗院长，你好。西雨还好吗？不好，和以前的那种不好不一样了。以前不好是因为没有情绪，看不出喜怒哀乐。现在呢，是因为太悲伤了，所以不好。西妮，我哥活过来，然后又死了。自从嫂子跟平安进入他的生活之后，他活过来了。可是你却再次杀死了他。我没有想过要去伤害他。这是我第一次。希望我哥从来没有活过来。我做了一些鱼汤，你不要说是我做的，他在生我的气呢。
你这个坏丫头！妈，你肯跟我说话了？坏丫头，你简直是坏透了！我是你妈妈，有什么委屈你不能跟我说呀？你非得依人们难心里头。我不委屈，我有妈疼，怎么会委屈？你就知道哄我。你是我妈，我不哄你哄谁啊？孩子，我自己来。你个坏丫头，坏丫头！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的任务就是管好你哥，你不能带他去他不应该去的地方。你这么害怕的话，干脆把哥绑起来算了。不对，绑起来还是可以把绳子解开，不如就像一件行李一样，随时带在你身边，这样多好。你想跟我作对是不是？你想跟我作对是不是？我不是要跟你作对，我只是不能视而不见。明明就是对哥好的事，而且我跟罗院长确认过了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肯？难道就是因为嫂子的主意，所以你宁愿哥继续严重下去，也不肯去做吗？妈妈不要生气，细雨会乖乖的。妈妈不要生气，心灵也不要生气。孩子啊，妈妈没有生你的气，真的，我没有生你的气。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。如果哪一天他从大气中走回现实，他的痛苦会比现在多好几百倍。我真担心细雨会像从前那样封闭自我。妈，这次我不会妥协的，只要哥愿意，我一定会带他去。嫂子把画室的地址发给我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就在那里面。走吧。这里车可进不去。那我们就走进去好了。走吧。等等，怎么了？上车吧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哥哥有可能跑到这儿来学画画吗？为什么不行啊？喂，爸爸，你上次没有来接我，今天会来看我吗？我好想你哦，爸爸。行吗？你觉得连脚都下不去的地方行不行啊？妈，你都没进去看，你怎么知道不行啊？哎，天哪！快坐。去吧。妈妈再见。再见。平安，爸爸，我好想你啊！爸爸也好想平安。细雨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平安想爸爸，爸爸来看平安，接徐护士回家。平安，要迟到了，赶快去上学。平安，你不听我的话了吗？平安，要听妈妈的话。那放学爸爸回来看我吗？等平安放学，爸爸来接平安还有妈妈回家。妈妈再见。来，小朋友向后转，进去来。
跟你说过吗？不可能带平安回家就不要给他希望，然后又害他失望。不要动。我昨天换的，我来接徐律师，我们一起回家。徐护士，对，我是徐护士。对你而言，我根本就是护士，不是你太太。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感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直要我回家。你不是知道我跟振宇哥的事吗？我跟你振宇哥曾经非常相爱，因为很爱，所以生下了平安。平安是他的儿子，不是你的儿子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再来找我，也不要再来找平安，因为我们根本就……我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。你听到了没有？我们不是一家人，我不喜欢你了，我们不是一家人。我喜欢你了。相信你的直觉，忠于你的感觉，为你爱不淡不淡。我们要怎么快乐？祝福你，我的爱，痛苦的抉择。你的距离让我舍不得，你的距离让我舍不得。文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您过目。我不用看，明天一大早，你直接把它交给莹莹吧。胡东，要不要再多给西域点时间？你什么时候又多了这么一个坏习惯呀？明白。好了，哇，姐，爸不会是出个月？你怎么搞得跟吃团圆饭似的？爸回来，我们一家人不就团圆圆满了吗？对。哎，哇！外公回来了，外公！这小平安叫声外公啊，这真有点到家的感觉。好啊！回来吧，回家。爸爸。哎呦，这么大声干嘛？我心脏不好，我耳朵还好使。哎呦，这一回家呀就知道开玩笑了。要早知道这样，我早就让你出院了，我也可以少一点看你的脸色。丈母娘，你还记不记得咩？咩什么咩啊？你不是说过要学绵羊说话吗？不再对岳父大人大声说话。咩？咩？老公，你累不累啊？啊？爸，你要不要进去梳洗一下，再出来吃饭啊？我去歇会儿。莹莹啊，其实你爸爸的个性就这样，
他心里边其实早就原谅你了，要不然你带的那些饭呀、菜呀的，他根本连碰都不会碰，也绝对不会吃完的，是吧？于英，你进来一下。哦。我做错了事，害你病倒了，女儿不孝。爸，你不要生气，不要跟自己身体过不去。如果你不想见到我，我马上带平安离开，我立刻就走。谁叫你走了？就算您没叫我走，我也要走。我真的好害怕，我好怕爸因为我而再倒下。我宁可希望你就当做没有我这个女儿。我要你健健康康的活着。傻丫头，不用怕。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，爸爸已经练就了一颗强心脏了。坐。爸，我不会再做错事了。儿女做错事，做父母的不可能没有责任。你为这个家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爸爸不是不知道，可我不明白，我哪儿教错了你啊？让你失去了理智和道德，结了这么一个违反世俗的婚姻。爸，不是您的问题，是我自己。莹莹啊，你妈和小慧都说你是被爱冲昏了头了，不顾一切的非要跟这个西雨在一起。可是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，我不相信你会错得这么离谱。即使你爱西雨，不在乎西雨跟振宇是亲兄弟，但是你让西雨把一个当做侄儿的平安当做他的儿子，还让平安叫他爸，你这不是乱了套了吗？你就不怕老天报应吗？啊！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这绝对不是我教养出来的那个贤惠和聪明的女儿所做的事情。你告诉我，是我想错了，还是我教错了？啊，我徐师姐，我这一生做人做事一向是理字当头，从来没有愧对过别人。你跟我说明白啊！告诉我，我是不是欠那个江家一个交代？你要我怎么说？我怎么说都说不清楚。你这孩子呀，总是一个人把事情憋在心里头。你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可靠？啊，不是的。可是你什么都不跟我说呀。不是的，爸，只是这个秘密说出来，我又不知道要伤害多少人。现在的情况已经够糟了。莹莹，你有要保护的人，可是爸爸又想保护你呀。爸，其实西雨和振宇不是亲兄弟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。西雨同父异母的哥哥很小的时候就死掉了，振宇的妈妈在孤儿院认养了他，让他来取代死掉的孩子，欺骗他们江家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可怕的秘密呀？我也是无意间听说的。
振宇的养父在他死之前写了一封信给我婆婆，意外的被我看到了。可是我答应过振宇，我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，而且我把信撕了。为了那个抛弃你的男人，让你婆婆指着你骂你是恶毒的女人，做出了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却不吭一声。我不是为了振宇，我是为了希雨。希雨那么天真善良，虽然他知道他跟振宇没有血缘关系，他还是把他当成亲哥哥。平安是振宇的儿子，这件事已经伤害了他，我又何必再揭开振宇的身世，让希雨更伤心，也伤害他们江家更深啊！原来是这样，这才是我女儿会做的事啊！爸，我这么做错了吗？你做得很好。喂，老公，不能偷吃！哎呀，醒了你们，一会儿菜都冻，不能乱。就是，哎，出来了！哎呦，老公啊，来，快来！咱们过年！你看看，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。哇，吃饭喽！你看这些菜啊，都是你平时最喜欢吃的。来，我给你夹。哎，丈母娘，这个太油，岳父不能吃，不能吃。岳父，这个我帮你吃。对呀，来，我先吃点青菜，来。哎，爸，吃点地瓜比较清淡。哎，英啊，你也多吃一点啊。哎呦，看你这父女俩啊，要么就冷得闷死人，要么就肉麻的吓死人。丈母娘吃醋了，女人吃醋很小气。谁吃醋啊？哎，你说谁吃醋了？妈，老婆。妈，我吃醋，我吃醋了。我也吃醋了。青菜耶！来，老公多吃点青菜啊。你也多吃点。哎，行。平安多吃点啊。哎，来，好，谁的手机响啊？是我的。喂，侯总让我转达，要是对这份离婚协议的内容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可以提出来。不好意思，还麻烦你跑这一趟。你就跟妈说，我都看过了，没有意见。那就等过几天法院的日期定下来，我再通知你去办理相关的手续。谢谢。对不起，我把这件事情弄得跟公事一样。不会，公事公办反而更好，不会想太多。西雨他最近好不好？西你有没有带他去常老师那里学画画？这不都是你画给徐护士的吗？怎么通通的都撕了？唐阿姨，去丢了吧。真的要丢掉啊？上次平安的画，我要把它当垃圾收了，西雨都不让收。哎，西雨和徐护士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还发现徐护士的东西都不见了。唐阿姨，你先出去。哎，好。
哥，画不出来就别画了，没人逼你一定要画。哥，你是想画什么就画不出来，是不是？或许那个人真的能帮得了我哥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谁呀这么吵啊？啊！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。好，你不用说，你一定是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江青妮。那这一定是我那徒弟江旭宇喽。徒弟啊，你好啊，我是你师傅常化鹏。嘿，哥。哎，这有个性哎，这有个性哎，好，第一次见面，我喜欢。常老师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上次因为爽约没有来，还以为你会生气呢，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不拘小节。我大嫂啊，果然没有介绍错人。你这么表扬我，你什么目的？你当我哥的老师，一定能帮他画画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。问题是，我哥最近画不出来。就是凭着你太太寄到美术馆的这幅画，我找到你的。我当时吧，我真不知道你这画的是你太太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现在看得出来了，这幅画里边充满了你对她的爱。你很爱你太太，对吧？这干什么？这是？对不起，老师，实在对不起。因为我哥和嫂子最近刚分手，所以心情不太好。对不起啊。分手了呀？分手好，分手好啊！没准这就是一个好机会，他可以画出伟大的作品来了。你赶紧把他叫过来，快，我等你啊！下次聊，拜拜。你呀，你说这真是的，哎呀！原来你是个让我这徒弟又爱又恨的女人呢，也看不出来呀。但我这眼神差了。谢谢您为我的事专程回来。我曾经答应过你，帮你得到西珍百货董事长的位置，这个没错。但是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心急。反正迟早是我的，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虽然你有野心，但是为了避免胡董的防备，近来你做事处处谨慎低调。最近突然有这么大的动作，是不是你有什么事儿？是不是你跟胡董之间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儿？爸，这
这汤很滋补，咱们快趁热喝。好，你也多喝一点。毕竟刚小产过。这没孩子也是命，只要你们俩好好过，比什么都强。爸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很快就会有孩子了。我们准备领养孩子。现在妈妈要跟你谈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听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先告诉我，知不知道离婚是怎么一回事儿？离婚就是这两个结了婚的人，他们现在不喜欢对方了，不愿意住在一起了，他们决定要分开了，这就是离婚，知道吗？离婚就是两个结了婚的人，因为不再喜欢对方，不想再住在一起了，所以决定分开。这就是离婚。我不喜欢你了，我们不是一家人。我也不喜欢你了。细雨啊，因为你不喜欢徐护士了，徐护士也不喜欢你了，所以明天你们两个就要一起去办离婚手续。离完了婚，你们就不再是一家子了。以后，你也不再是徐护士的老公，也不再是平安的爸爸了。你要干嘛？我知道，你不想见徐护士，对吧？你不想见她，你也不愿意去。那好啊，没有关系。妈妈想一个办法，看看能不能你不去也能够把手续办下来。我要去。你想好了，你不要勉强你自己。细雨要去。你愿意去那就更好。孩子，你是一个男人，得学会担当。莹莹，真的不用我们陪你去？我可以一个人去，你们不用太担心我。我就是担心，如果你那个婆婆去了，不定又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。我要是在呢，还可以帮你对付她。你要是想去吵架，我可不让你去啊！那莹莹在他们家受了多少委屈啊！我如果不当面骂她几句，我怎么甘心？
亲家那边我会跟他做个了断。还亲家，是冤家，冤家。反正这事儿我来处理。莹啊，你就一个人去跟细雨好好的做个了结，知道吗？妈，平时我要带我哥去哪里，你都不答应。今天你不想去法院，就叫我陪他去。我说不去都不行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挤兑我呀？这个世界谁碰上了都是大事，我怕他扛不住，请你带我好好陪陪他。好吧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孩子，既然你自己坚持要去，妈妈就不陪你了。真的可以吗？妈妈在家里等你。哥，我们走吧。妈再见。太太，西雨他们去法院，真的是要跟徐护士办离婚呐？看来这回是真的了。哎呀！悉尼，你们先进去，我去停车。好。哥，我们先进去吧。你还好吧？我哥最近脾气很差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看来他是真心讨厌我了。这样也好，起码他懂得发泄自己的情绪了。我真不懂你在想什么。成为我哥第一个讨厌的人，有什么好的？起码现在我知道，没有我他还能过得很好。我快被你和我哥弄疯了。算了，你们离你们的婚去，我在外面等，省得看了心情变差。请进吧。
亲家公，您喝点什么？哎，不麻烦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啊，太太您呢？你出去吧。啊，好。这是房子和足疗店所有的产权资料，请你收回去。你这是干嘛呀？离婚协议上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？离了婚，这还都是你们家的呀。就当我们江家付给莹莹的赡养费吧。再说了，离了婚，你们这家人也一定会过得很悲惨。我可不愿意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，在我背后说我对你们家太刻薄。莹莹不需要这笔赡养费，我们也不需要。我只希望从此以后，我们两家不要有任何的来往。好啊，既然你想算得那么清楚，好吧，那就这么算吧。莹莹辛苦了，前一阶段在我们家里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就算是我付给莹莹的一个特别看护费，帮我照顾西雨，那我们就更不能要了啊！我很清楚，莹莹是真心的喜欢你的儿子，所以我才答应了这门婚事。我要收了这些，不就是等于帮着你羞辱我的女儿吗？我喊你一声徐爸爸。哎，你现在跑到大马路上，随便拉一个人，你问一问，不管这个人他一个月能够挣1000还是1万，还真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钱挣多了。你跟我过不去无所谓，别跟钱过不去啊，别跟人民币过不去啊。你离了婚，将来你们家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以后我们家吃苦受难，那是我们家的事儿，就不劳您操心。以后也不要有任何来往。你放心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到你们家。好，送客。胡董事长，不管你怎么想，莹莹一直都是让我感到骄傲的女儿，过去是，现在仍然是，所以我绝不允许你说她一句不好。你也必须留点口德，要不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。我明白，请回吧。快就好了。那个，我先去取车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当思念变成了悬念，我只能劝自己放下一切。嫂子，等一下。好像不应该再叫你嫂子了，不过一时叫习惯了，改不了口。是这样的，你不是常跟我说要带哥出来多散步吗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要不要大家一起散个步再走？怎么样？许多事情只是难解，并非误解。相信你的直觉，忠于你的感觉，为你爱得太孤单。你识相一点，让他们好好的说说话吧。
对了，西雨，你送我的戒指，我不能要了，还你。不要再用这种眼神责备我。没错，我是答应过你，我不会再把这个戒指摘下来。可是今天我们离婚了，这个戒指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你不收回去的话，我丢掉好了。不要丢！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残忍，但有些话我还是要告诉你。我们今天在民政局签字离婚，就代表我们已经同意分手了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好好的，不要再拿不吃饭、生病或是伤害自己的行为要我回去照顾你，更不可以离家出走，来找我跟平安。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下去，没完没了。西雨，我们就在这里分开，永远都不要再见面。答应我，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。你说过，和我在一起很幸福。我们3个人要一起做好多事。关于爱情重新下的注解，必须要是一种幸福感觉。那是骗你的，你不要再相信我。我以前讲话通通都是骗你的。到了最后还是要说谎骗你。我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你，我会珍藏在心里一辈子。我应该很高兴，他已经离开我哥了。可是为什么我看到我哥那么难过，我的心里就好痛？我是不是太心软了？可是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。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就骑车。哥，我们先回家吧。
平安。叔叔，不好意思，平安叔叔，我过5分钟再过来接平安好吗？哦，我明白的。那喜欢吗？可是叔叔，妈妈不喜欢平安收叔叔的礼物。叔叔送你的，没关系，可以收下。可是平安怕妈妈不高兴。平安，你告诉叔叔，你喜欢叔叔吗？喜欢，叔叔对我很好，平安喜欢叔叔。叔叔也喜欢平安。平安，妈妈，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以后只能我来接你，不能跟其他人走。可是叔叔不是别人，叔叔是叔叔。不行就是不行。平安，5分钟就要到了，赶紧进去跟老师说一声再见，就可以回家了啊。来。你用什么样的言语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，在你伤害我之前，你最好想清楚了，我们共同的儿子，在你的照顾之下，会不会受到更